上一條片嘅東京遊記呢，全部嘅相都係用我手上邊嘅呢一部華為嘅 P30 Pro 去拍攝㗎。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呢部手機的話呢，就知道好多外國嘅手機評測 YouTuber 啦，都俾咗呢部手機好高嘅分數。我個人覺得最有未來感嘅一樣嘢呢，就係相機點樣可以配合埋 AI 呢，去令到手機咁細嘅鏡頭、咁細嘅 sensor 呢，都可以拍得出媲美啊，即係近乎係媲美到單反嘅畫面。首先一攞上手呢，就會發現呢部手機嘅外觀呢係非常之特別㗎。佢係承繼翻上一代嘅漸變色設計，有4款顏色可以選擇。而我手上面嘅呢一款呢，就係天空之境嘅漸變色設計。佢個表面呢係有少少電鍍嘅感覺，非常特別。然後就係6.7寸嘅雙曲面屏幕，非常薄嘅邊框。依家越嚟越多手機咧就採用一個曲面嘅設計，我覺得本意係好嘅。咁啊，因為成個 idea 咧就係將屏幕佔嘅比例推到去一個極致。但係我自己用過之後咧就發覺，即係我個人覺得啊，因為佢係曲面設計，所以個邊緣咧係太過順滑嘅，冇咗啲滑手感啦，同埋更加容易跣手嘅。同埋有時候 YouTube 睇片咧都會唔小心掂到個 mon， 咁就會自己 fast forward 啊，或者倒後10秒咁樣嘅。咁所以曲面 mon 對於我嚟講咧睇落吸引，但係我自己係有所保留嘅。然後電量，呢部手機係真心 OP 嘅，係真心 OP。我之前講過，除非一部手機嘅電量咧係可以撐得多過1日，或者佢連1日都用唔到嘅，否則電量呢樣嘢咧對於我嚟講咧係冇乜嘢好讚，冇乜嘢好彈嘅。咁但係點解我會讚得呢部手機嘅電量咁犀利呢？係因為佢真係可以用得多過1日。我依家用咗呢部手機咧，大概1個月啦，好多時候我都根本係唔需要每日叉電嘅。咁係真真正做到嗰一種得閒先叉下部機啦嘅嗰一種自由度。我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再加上佢有一個好好嘅 Supercharge 超級充電，由50% 去到100%只係需要20分鐘左右。咁所以我覺得喺電量啦同埋叉電呢度呢係做得好好嘅 ，well done。前邊嘅自拍鏡頭係採用水滴型嘅設計，咁比起邊框嘅設計呢，就多一行屏幕嘅空間啦。我個人就幾中意呢一種水滴嘅設計嘅，因為多咗一行屏幕嘅空間之外啦，睇落亦都十分之簡潔。擰轉背就係 P30 Pro 最大嘅賣點啦，就係一個超感光 Leica 4鏡頭系統，包括4000萬像素超感光廣角鏡頭、20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800萬像素超變焦鏡頭，同埋喺閃光燈下低一個用紅外線嚟計算景深同埋 3D 信息偵測嘅 Time of Flight 鏡頭。最後嘅呢個鏡頭呢，佢個原理就係利用紅外線啦，去偵測相機同埋物件之間嘅距離，令到你用 Portrait Mode 或者大光圈模式嘅時候呢，嗰個物件嘅邊緣會更加清晰。以前嘅 Portrait Mode 咧，我係唔太中意用㗎，即係雖然依家我都係唔係成日用 Portrait Mode，因為好多時候咧放大去睇咧，你都會見到嗰件物件嘅邊緣咧係會有啲瑕疵㗎。例如頭髮呢啲咁細微嘅嘢啦，好多時候都會揦嘢㗎。今次 P30 Pro 用咗呢一個技術咧，係會減少咗好多呢一類嘅情況㗎。咁啊，從而就令到 Portrait Mode 嘅可觀性啦、可用性啦都大咗好多。只不過點解我個人都係唔太喜歡用 Portrait Mode 呢？係因為我覺得 Portrait Mode 影出嚟嘅相嘅嗰啲 blur 位啊，或者 bokeh 啊，係唔係太過自然啊？即係如果要打個比喻呢，就好似係用 Photoshop 入邊嗰個 blur 嘅 effect 咁樣，而唔係用大光圈鏡頭所做出嚟嘅嗰一個自然景深。咁呢個純粹係個人覺得嘅啫，係冇任何根據嘅。話說有一樣幾搞笑嘅嘢呢，就係因為呢個鏡頭嘅部分呢，個邊框係有一個厚度嘅，所以當你反轉擺喺台面嘅時候呢，佢就會出現一個摁下嘅情況嘅。我絕對懷疑呢一個係一個設計錯誤嚟㗎，亦都因為咁樣呢，當你放佢喺一個斜少少嘅平面嘅時候呢，對比起完全貼實個平面嘅手機嚟講呢，呢部手機呢係會容易啲跣落去嘅，因為佢嘅重量呢或多或少都聚埋咗喺同一邊。講翻最重要嘅鏡頭先啦，主鏡頭4000萬像素1倍變焦，等同於相機嘅27mm，
光圈 f1.6 光學防震，本身部機咧默認拍攝出嚟咧係1000萬像素嘅。咁點解要用一個4000萬嘅鏡頭去拍攝一個1000萬像素嘅畫面呢？咁我會形容為好似我哋拍片嘅時候拍 4K， 然後壓縮落去1080，用4倍嘅像素去製造一個更加 sharp、更加靚嘅畫面。另一個原因呢，就係因為佢係唯一一個4000萬像素嘅鏡頭。所以當你選擇拍攝4000萬像素嘅時候咧，你就唔能夠用其他嘅2個鏡頭或者一啲 zoom 嘅功能啦。所以一般嚟講，我都係拍攝1000萬像素先至能夠咧用晒成部手機所有嘅拍攝功能。喺東京嘅時候，好多時候我會用到嘅一個拍攝功能咧，就係拍攝 RAW 檔啦。如果手機影相真係要同單反去比拼的話咧，呢個功能絕對不能少，特別係因為咧手機影相好多時候佢哋都會自動加入一啲嘅味精㗎，係各大牌子都會出現呢個情況。以前係更加嚴重㗎，依家大家咧都開始發現太重味精係唔得㗎。例如係鋭利度啦、飽和度啦，尤其是當你放大嚟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嗰一種嘅 over sharpening 㗎啦。咁當然，大部分手機嘅用家咧都唔會好似我咁放大張相嚟睇嘅。喺呢種情況下，用翻手機嘅尺寸去睇咧，的而且確張相係會睇落 sharp 咗嘅。但係個問題係一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得翻轉頭嘅。而 RAW 檔個好處咧，就係在於佢唔會自動幫你 denoise 啦、加 saturation 或者 sharpening。咁你見到咧放大睇會自然好多。然後當你喺後期有需要嘅時候咧，先自己逐樣加，悉隨尊便。喺 P30 Pro 裏邊 RAW 檔係可以喺專業模式嗰度揾到。我自己用過嘅感受咧，就係如果相機嘅 RAW 檔係100分的話，我會俾70分佢。正常 RAW 檔做到嘅功能佢都做到 ，shadow 同 highlight 啦都可以拉翻出嚟。Dynamic range 唔係話會令到人wow一聲，但係應該做到嘅佢都做到。之不過點解會扣咗30分呢？佢最大嘅問題係，如果你 underexpose 的話咧，你會發現個 shadow 係會偏咗綠色㗎。特別係一啲好暗嘅相片啦，你會發現嗰個綠色嘅 shadow 咧係好明顯嘅，亦都會令到嗰一個 shadow 入邊本來唔同嘅顏色咧都會變咗偏綠色。咁喺後期嘅時候咧，有機會 tune 都 tune 唔翻出嚟。咁呢部分咧係令到我翻嚟做後期嘅時候咧係幾 frustrated 㗎。所以我建議，如果大家用呢部手機去拍攝 RAW 檔嘅時候咧，就盡量 overexpose 而唔好 underexpose 啦。當然，以一部手機嚟講 ，RAW 檔我可以俾到70分咧，已經係相當唔錯㗎啦。而的而且確，大部分嘅用家咧都未必會拍攝 RAW 檔，因為 file size 又大啦，翻嚟之後又要執相啦，又要 export 啦，好煩嘅。咁所以大家可能比較關心嘅一個問題，就係佢一般嘅拍攝功能又如何呢？我可以答你4隻字：前所未有。呢4隻字咧聽落有啲膠膠地啊，但係的而且確喺手機入邊竟然可以做到50倍嘅變焦，係前所未有嘅。而我覺得最 game changing 嘅一樣嘢就係呢個變焦係透過即時嘅 AI 運算同埋強化去做到呢一個咁強大嘅50倍變焦效果。實際係點樣做呢？我都唔係太清楚啊。但係好明顯呢，佢係有將邊緣清晰化啦，強化一個本來可能睇落好 soft 嘅畫面。我覺得呢樣嘢係顛覆咗我過往對於相機嘅定義㗎。影相呢樣嘢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係透過硬透過鏡頭嘅鏡片去拍攝出嚟，但係呢部手機係配合埋 AI 嘅技術，用軟件去定義佢嘅拍攝功能。我諗最原先點解會衍生出呢一樣嘢呢？就係因為手機實在係太細部啦，佢個 sensor 嘅 size 都有限，喺硬件上仲可以點樣突破呢？實在係好難，所以就要喺軟件嗰度入手啦。利用 AI， 利用 machine learning 去強化影到出嚟嘅嘢，反而單反嘅 form factor 大好多 ，sensor 亦都可以大好多，所以唔需要透過呢一種軟件嘅技術去做一個靚嘅畫面出嚟。但係其實我又喺度諗，點解單反唔可以做同一樣嘢呢？如果未來嘅單反都識得用 AI 去做一個運算同埋機械學習去強化畫面，哇！咁成件事呢就好好玩啦。呢樣 AI 結合相機嘅玩法，我自己覺得係突破性嘅，同埋未來呢一定會繼續發展落去。
關於 P30 Pro 嘅50倍變焦呢，張相去到20倍左右呢都仲係用到嘅，但係去到差唔多30倍或以上呢，就會好明顯開始變朦變 soft 㗎啦，開始係攬埋一嚿。但係你諗下喎，其他手機頂多係做到8倍、10倍嘅變焦，但係呢部手機可以做到50倍嘅變焦，你話唔係黑科技，我都唔知係咩啦。同埋雖然50倍張相係會朦咗，係會 soft 咗，但係好多時候我發覺就係我肉眼都睇唔到嘅嘢，竟然用佢嘅50倍變焦係會睇得到。所以我發現咧，我自己好多時候咧都會用部手機嚟睇一啲遠嘅嘢，就好似望遠鏡咁。利申我係冇近視㗎，而20倍左右嘅相咧係真係用到啦。咁喺拍攝上邊咧都多咗好多焦段嘅選擇。當然要講實用程度，Y 鏡都非常之重要。對於我自己嘅拍攝習慣嚟講啦，我多數都係影一啲嘅風景或者建築，所以我一定係用 Y 鏡多過用 Tele 㗎。2000萬像素16mm 嘅超廣角鏡頭非常夠 Y。我係略嫌咧變形多咗少少，但係整體效果絕對唔差。我自己覺得咧，除咗 Tele 之外，Y 鏡都會係手機市場嘅一個兵家之地。如果有一日有一部手機出咗一個40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我應該會即刻衝去買。我係 Otman，如果大家想睇到更加多嘅科技評測的話，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我哋好快再見，拜拜。